一种商品价格越低，为什么反而越买不到？1977年，美国跨州天然气的价格仍被联邦政府压得很低。按理说百姓应该笑开花，结果却是数千家工厂停工，大约50万人无法上班。天然气确实便宜了，便宜到最后连气都没有了。更奇怪的是，美国地下并不是没气，有些地区还有余量，有些地区却冷得工厂熄火。真正挡住天然气的不是大雪，也不是山脉，而是一条州界2张价格表。1977年冬天，美国东部遭遇严寒，居民住宅要取暖，医院不能停气，学校也要尽量维持运转。天然气不够，谁先断？通常只能先断工厂。于是，一个工人晚上回到家，暖气还在工作。第二天来到厂门口，车间里的机器却已经停了。他作为居民被保护了，可他作为工人暂时失去了工作。1977年2月2日，卡特签署紧急法案时说，当时已有数千家工厂关闭，大约50万工人无法工作。而彼时美国之所以天然气不能送过来，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天然气市场早已被切成了2半，一半叫州内市场，天然气在德克萨斯州开采，也在德克萨斯州出售，主要按照州内规则交易，价格相对灵活；另一半叫跨州市场，天然气只要进入跨州管道，卖往纽约、宾夕法尼亚这些地方，就要受到联邦价格管制。生产商看完价格表，选择也很朴素，留在州内价格更高，卖到外州价格更低，规则还更多，那就少往外州卖。这时每家公司都拿起计算器，做出了对自己更划算的选择。可当所有人都做出同一种选择，整个系统就开始出问题。政府本来想用低价保护消费者，结果低价保护了账单上的数字，却没有保护管道里的供应。如果彼时你是美国总统，你要怎么处理？1977年1月，卡特刚进入白宫，就必须先处理眼前的危机。2月2日，他签署紧急天然气法，这是他就任后签署的第一部法律。新法律允许政府在紧急状态下安排天然气调配，让储备相对充足的管道系统把部分天然气卖给严重缺气的地区。可卡特很快就发现，批一张出差单只能救眼前。他解决的是今晚怎样把气送过去，却没有解决明年为什么还会有人愿意寻找新气再把它送过来。因为天然气需要勘探、钻井、修建管道，这些事情需要投资，也有失败风险。如果价格始终太低，企业没有动力增加新供应，想让气多起来，价格就必须上涨。但价格一涨，一个更麻烦的问题立刻出现，涨出来的钱应该归谁？假设市场上原来有90袋粮食，这90袋早已生产出来，成本也没有突然变化。现在社会还缺10袋，想让人冒险生产最后这10袋，就必须提高价格，最后10袋卖得贵一点，可以理解。因为这笔钱是在鼓励新的生产，可前面已经存在的90袋，你要全部按照新价格出售吗？如果全部一起涨，原有资源的主人不需要多生产任何东西，也能获得大笔额外收入。那么这笔钱不是购买未来，而是在奖励过去。天然气也是如此，新气田更难寻找，钻井成本更高，失败风险更大。给新气更高价格，是为了让企业愿意增加供应。但老气田早已发现，井已经打好，管道也已经建成。如果短缺一来，老气也跟着全部暴涨，涨出来的很多钱并不会带来新的天然气。所以卡特面对的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，继续压低价格，供应可能越来越少；完全放开价格，居民账单可能猛涨，原有气田也可能获得巨额意外利润。让政府补贴，最后需要纳税人出钱；让工业企业承担，工厂又可能涨价、减产甚至裁员。于是，在1977年4月18日，卡特向全国发表能源讲话。2天后，他向国会提交国家能源计划。他的思路不是让所有天然气一起涨价，而是把新气和老气分开。新发现的天然气可以获得更高价格，因为社会需要用这笔钱购买未来的供应。已经在生产的老气继续受到价格限制，因为政府不想让短缺变成原有资源所有者的集体年终奖。卡特的计划还试图让昂贵新气增加的成本更多由大型工业用户承担，尽量减轻居民家庭受到的第一轮冲击。卡特的国家能源计划明确提出，能源价格既要给生产者足够激励，又要防止行业获得意外暴利，同时尽量压低居民天然气价格，并保护低收入家庭。听起来很合理，但在国家治理以及基层治理上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事情。工业企业承担成本，并不代表普通人就不用买单。一个普通人不只有一个身份，他是居民，也是工人，是消费者，也是纳税人。政府可以保护他家的燃气账单，可如果工厂的能源成本上涨，企业可能提高商品价格，减少投资，甚至裁减员工。成本并没有离开这个家庭，它只是换了一扇门进来。成本这种东西它是不会消失的，就看它怎么转移。同时卡特还发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，彼时的美国能源管理十分松散，石油归一个机构，天然气归另一个机构，煤炭、核能、能源研究和价格监管又分散在其他部门，平时还能勉强运行，危机一来，大家都先研究这件事到底归谁研究。1977年8月4日，卡特签署能源部组织法。10月1日，美国能源部正式运行。原本分散在多个机构里的能源职能被集中到一个部门，因为全国的能源市场不能一直让几十个部门各拿着半张地图管理。但成立能源部只是把桌子搭好，真正难的是桌上的钱该怎么分。产气州想涨价，消费州怕账单上涨，能源企业想放开价格，工业企业不愿承担更多成本。普通家庭只想问一句，为什么每次改革最后都能找到我的钱包？
这场争论持续了1年多。1978年11月9日，卡特签署包括天然气政策法在内的一组能源法案，最终方案没有继续把价格冻死，也没有一次性全部放开。新气和高成本气可以卖得更贵，许多老气继续限价。州内和跨州市场也开始使用更统一的规则，但每一口天然气都要先查身份，哪年发现的，从哪里挖出来的，成本到底有多高。先查完户口再决定价格。规则复杂，成本也没有完全消失，可他至少问对了一个问题：价格上涨以后多出来的钱到底换来了什么？如果这笔钱能换来新的勘探、新的气井和更多供应，它就是生产奖励；如果只是流进早已存在的老气田，它更像短缺红利。卡特没有找到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，因为现实里根本没有这样一个按钮，可以让企业增加供应，居民账单不涨，工人不会失业，政府也不用花钱。他只能在几种代价之间选择：价格太低，短缺会来收费；价格太高，暴利会来分账。在资本市场里理解这个规律，你就会看清很多事情。例如，一个市场利润高的时候，它往往就是在吸引新产能的时候，让你往这个方向猛猛地砸钱。但是当你砸的足够多的时候，它的利润其实就已经下去了。也就是说，在一个低利润市场，这个市场是在设法筛选企业，许多龙头企业也会在这个时期主动降价扩产，让这场淘汰赛来得更快。谁能在低谷活下来，又能在繁荣时忍住不盲目扩张，保住现金，他就是这个行业的王者。